where I'm going. So this whole area here around the wheelhouse, including the corners out here, I need you guys to not be standing there. Yeah, we can move back here.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Penguin Cat。这一期呢，我们要分享雪梨住宿 Kimpton Hotel 和雪梨的一些美食跟景点。Kimpton Sydney 地点坐落于 Pitt Street， 我们是一下飞机就搭乘 Uber 前往这里，只要半个小时以内的车程，非常方便。Kimpton Sydney 附近的生活机能非常好，无论是超市啊、餐厅、海德公园，都是步行5分钟以内可以抵达的事情，甚至地铁站跟火车站也都是步行距离5分钟以内。大厅的接待区是很有设计感的，运用多种马卡龙色系作为地毯跟家具的搭配。整个室内的空间也采用许多盆栽，随手一拍都是出片的大作。大厅呢是所有餐厅的所在地哦，像是全日餐厅 The Luke's Kitchen、大厅酒吧 Wilmot 跟咖啡吧。Kimpton Sydney 这栋建筑以前是雪梨水务局的总部大楼，那它是一栋具有代表性的1930年代风格建筑，所以不难感受到一种复古又时髦的氛围。这边的房型多达10种，而我们的房间是被升等至 One King Bed Suite， 里面有一个沙发区跟单独的衣帽间，整体的设计非常的简洁有力。浴室的画风格是采用全白瓷砖作为主体的色系，角落搭配一些砖红色块来做点缀，着实让整个风格呼应这栋建筑的历史背景。早餐的话呢，是在全日餐厅 The Luke's Kitchen 用餐，由知名主厨 Luke Mangan 掌舵。这里是采用单点主餐，再搭配自助的沙拉吧、面包区。我非常喜欢这边的主餐菜色，不仅是好看又好吃，更重要的是食材都很新鲜健康。像是香蕉棒蛋糕去搭配腌制的梅子跟 yogurt， 看起来很平凡却很美味的 cheese truffle toast。再来是水果佐燕麦跟椰子优格碗。最后呢是来到澳洲一定必点的酪梨开放三明治。我们原先是没有计划在酒店里享用晚餐的。但是因为早餐的时候呢，服务人员不小心打翻一整杯果汁在我裙子上，酒店这边就免费招待我们一顿晚餐啦。前菜的鲜虾沙拉、生蚝都非常的新鲜。主餐的牛排跟汉堡的薯条分量是超级巨大，但是汉堡跟牛排真的非常的美味。我个人也非常推荐这边的调酒，口味是清爽开胃型。
设施的部分有户外泳池跟健身房，泳池是非常小巧可爱的，还可以看到对面的住宅大楼。这边顶楼还有一个 Harper Rooftop Bar， 是一个高空的度假式酒吧。健身房的话，则是器材应有尽有。以城市的酒店来说呢，这边的健身房一点都不算小。由于当天我们是一大早落地的飞机，酒店的房间还没整理好的同时，我们就先去附近觅食走走。刚好3月中的天气是非常舒爽的，是夏天准备转秋天的季节。那我们跟随小红书的推荐来到 The Brothers Cafe， 我们点了一个招牌龙虾沙拉 croissant、巧克力舒芙蕾跟冰美式。这边的价格并不便宜，口味我觉得一般般，所以有点名过其实。我们也在附近的达令港走一走，这边每周六晚上据说有烟火秀，很不巧我们刚好没有遇到礼拜六。如果有体验过的朋友们，欢迎底下留言跟我们分享烟火秀好不好看。说到水里的景点呢，我们强烈推荐大家搭乘渡轮来欣赏这个城市哦。大家可以复制一下我们根据渡轮安排的一日游路线。水里的交通系统包含渡轮、bus、火车跟轻轨，可以使用 Opal Card 或是其他 Countless Card 来付费。那它是有一个每日上限的金额，意思就是说，当你一天搭乘多次的交通工具，付费不会超过这个总额的。那渡轮呢，在水里大概有10条路线，最经典的莫过于经过歌剧院的路线们。从环形码头 Circular Quay 上船，我们就可以饱览整个雪梨港湾大桥，还有雪梨歌剧院的景色。我们顺着 F8 这条渡轮路线前往 Cockatoo Island， 也就是鹦鹉岛。这边是一个历史非常悠久的岛屿。英国殖民政府在1839年的时候，把一部分的囚犯调过来这边，使用这些囚犯来进行劳动，来挖掘像是地下谷仓、建筑、监狱设施等等。1913年起的话，这边是被指定为澳洲皇家海军的造船地，它也是海军建造或维护建制的地方。2010年呢，鹦鹉岛的囚犯遗址跟澳洲其他10几个囚犯相关地点一起被联合国列为教科文组织的世界遗产，所以我们在上面有看到造船厂还有旧的监狱设施，现在则是许多居民会来这边露营。接着我们午餐就在岩石区随便找了一家德国餐厅用餐，那我觉得这个餐厅2人1份就足够了。这个餐厅叫做 Munich Brauhaus Sydney， 如果会德文发音的朋友们，欢迎在底下留言教学一下。只能说澳洲的食物分量真的都偏大哦。下午跟傍晚时分呢，推荐大家去雪梨天文台走走，这边很多人会在草地上野餐。那我自己觉得这边的地形有点像是伦敦近郊的 Greenwich Park， 整个氛围啊、地形啊都长得好像。晚餐我们就去海鲜餐厅 Jordan's Seafood。
我们超级推海鲜浓汤，真的是吃到光盘，一定要定位才来哦。也有其他网友推荐 Nick's Seafood， 不知道味道如何？如果有去过的朋友们，欢迎底下留言分享。只能说雪梨晚上的港景也是深得我们的心，我们又搭乘着渡轮来享受一下晚上的雪梨。去途中经过很有名的月神公园 Luna Park， 简直不要太可爱，它就是一个充满游乐设施的快乐天堂。第3天呢，我们搭乘 F1 路线的渡轮前往 Manly Beach。这里感觉很像另外一个度假区，沙滩、冲浪板、人字拖，可以感受到大家都在抓紧夏天的尾巴。那之后2天的晚餐呢，我们推荐大家可以去 Darling Harbour 的Novotel 跟 Sofitel， 这边的海鲜非常的新鲜，相较于雪梨海鲜市场，这2间餐厅的海鲜料理内容跟价位一点都不逊色。在 Kimpton Sydney 附近的 Sydney Tower Eye 雪梨塔，就在Kimpton Hotel 步行10分钟的商业区，路上会经过蛮多的购物中心，可以一边逛过去。顺带一提哦，澳洲的 Esso 并没有特别便宜，但我觉得还是可以到店面去体验一下。至于雪梨塔的停留时间，我个人建议1个小时就够了，可以接近傍晚的时分来，可以欣赏白天跟黄昏的景色。那门票的话，上网事先购买或是现场购入都可以。这里的人潮跟我们之前去过的上海环球金融中心观光厅的人潮简直小巫见大巫，所以大家可以放心前往。在雪梨塔，然后这边是可以事先买票，或者是你在楼下直接买当天的票。然后人其实没有很多，可以看一下旁边，就人不是很多。最后呢，想跟大家分享一下蓝山的行程。我们是预定1日游的，包含卡顿巴小村庄、雪梨动物园跟蓝山的行程，可以说是非常值回票价。最后呢，延续上一篇马尔地夫阿里拉，我们提到部分影片遗失。其实这趟澳洲很大一部分，大概有2/3吧，
的影片也都在同一个灾难当中不见了。所以呢，请大家多多包涵，我们有一些内容没有办法那么完整的呈现给大家。其实我们这次澳洲还入住了 Indigo Hotel 跟 Intercontinental， 那相关的内容之后只能用一些短影片跟大家分享。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也可以私讯我们 IG 小盒子。谢谢大家的支持，我们下期再见，大家拜拜。